这是主要讲 PyRender 的安装。PyRender 就是3D 模型渲染的一个软件啊。这个软件，嗯，装起来特别麻烦，第一次接触的人基本都会出问题。然后这个是我之前自己安装的时候整理的流程，我一般都会用这个流程，基本安装，现在安装基本都没什么问题。那我们这继续开始了。然后这个是 PyRender 的官方网站啊。第一步安装一下 PyRender。然后安装一下西浪6的安装包。访问这个地址，然后用我用的 U 邦图直接下载预编译好的这个链接16.4啊，这我已经下好了。下完以后上传到服务器。这个我之前下完了。因为西浪6这个可能是版本比较老啊，在 U 邦图 APT 自动安装的时候就基本都会安装失败，手动安装一下。然后解压一下这个安装包。嗯，看一下。解压没有问题啊。然后配置一下环境变量。把解压的名称我改一下啊。这个我也记一下。配置一下环境变量。Ctrl+F 拉到最下面。然后输入一下 i。i 是输入的意思。粘贴一下。exe 回退，然后摁冒号 wq 保存，然后刷新一下环境变量。对，这个刷新完以后，这个宽带环境自动切回去了啊，咱们再重新激活一下宽带环境。
这个记一下吧，然后执行一下看看有没有安装成功。好的，没有问题啊，出现这些就是版本6.0就没有问题了。然后 U 方图渲染的话，一般都用 Mesa 这个来渲染，就可以理解为虚拟的显示器就可以。更新一下 APT。wget 下载一下 Mesa 的安装包。先安装一下这个依赖包啊，摁一下 Y。然后开始安装这个 Mesa 安装包。就这个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，这个如果出现这个 error 的话，我们直接执行这个啊，大概意思是自动修复安装。到这儿的话，没报错，基本就是安装成功了。然后再安装一下 OpenGL，它可能是版本问题，需要安装这个渐中版本的。到这儿基本就安装成功了。然后因为需要保存图片的操作，我们把这个 CV2 给安装一下。这个这个连接超时，这个很奇怪，这个问题都能遇上。
我再试一下啊。到这儿的话，基本就是安装差不多了。那我们结合代码再试一下 PyRender 啊。上次的时候默认渲染是用的是这个啊，我们再改回用 PyRender 渲染。然后那个 PyRender 的话，一般常用是离线渲染，但是这个 demo 里面是没有离线渲染的那个代码。我把我自己常用的那个 PyRender 工具类拿过来啊，就不用这个试了。哦，这个渲染的工具类拿过去啊，然后把这个代码也拿过去。这两个文件到时候都会在课件里面啊，你们到时候直接复制粘贴覆盖就可以。import 改一下，这两个拿过去。想先执行一下看看都有什么问题。嗯，对，这个 no such display 就是没有找不到显示器这个，这个是经常容易出现的问题。那我在这边也记下了。执行的时候环境变量要加这个参数啊。如果你是在，如果你是在服务器里命令执行，那就假如执行代码之前，在这儿先执行一下这个，然后再执行 Python 代码，就不会再报那个 no such display 的问题了。我们还是在这个远程的模式执行吧，到时候有问题还能快速定位。如果是用 PyCharm 的话，可以改一下这个，在这里面直接加环境变量啊，这样就不用每次都加了。把这个环境变量放到这里面，再执行一下啊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没有报错啊，那就是应该是没有问题了。这个是渲染以后返回的图像数据，这个我们用 CV2 保存一下啊。
再次性影响。因为我这个是不是自动下载代码？图片的话得在服务器看啊。项目里面这个里面，哎，没有生成。放在根目录了吗？哦，它放在根目录里了啊。这个就是 PyRender 渲染的效果，这样的话没有问题啊。到这儿的话，PyRender 就是安装也成功了，没有问题。然后你们假如下载别的项目的时候，经常会有代码里配环境变量的，记得在代码里把这个注释掉啊。如果报刚才的什么找不到各种显示器类似问题，这个也是我之前经常出现的错误。还有 Python 的这个代码，还有 XMPP 的代码，会下一节在 debug 模式一个一个会详细讲解。到这儿 Python 环境安装是没有问题了。